孟晚舟事件的解决被外界认为是拔出了深深插在中美关系中的一根刺，但美国对中国高科技的打压并未停止。当地时间周三，在美国召开的美欧跨大西洋贸易和技术理事会首次会议上，美国就以所谓共同民主价值为名，试图拉欧盟搞高科技合作。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露骨宣称，美欧需联手放慢中国创新脚步。外交部周四揭露了美国不择手段遏制和打压中国发展的真实意图，指出这是典型的专制和霸权。而与此同时，雷蒙多此前也透露有意率团赴华访问，以改善中美经贸关系。商务部周四回应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经贸团队一直保持正常沟通。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经贸往来与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整个世界。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为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创造条件。双方经贸团队一直保持着正常沟通，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我们会及时发布。束觉庭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加征关税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不利于世界经济复苏。在当前全球通胀压力加大的形势下，关税给两国企业和消费者造成很大压力和损失。针对美方一边称希望同中方改善关系，一边却又认为中国的企业是一种威胁存在的两面做派，束觉庭的回应是直接点出美方种种错误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而不仅仅是影响中美两国经贸关系。深圳卫视注意到，有关中美经贸团队沟通的问题，近来成为中外媒体关注热点。9月16号的商务部记者会上，束觉庭就曾回应：“我们将认真落实好两国元首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经贸团队一直保持着正常沟通。”而两国元首在9月10号的通话中一致认为，将责成双方工作层加紧工作，广泛对话，说明中美经贸团队的广泛对话或许已经在路上。此外，周四的记者会上，束觉庭针对记者有关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有意率团访华访问的说法，回应表示注意到有关报道。据《华尔街日报》上周五报道，雷蒙多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基于中国市场庞大的体量，美国必须与中国进行贸易交往。雷蒙多还称，积极的贸易接触将有助于缓解两国的紧张关系。同时，他还宣称有意率团访问中国。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并未停手。当地时间周三，美欧跨大西洋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一连2天在美国匹兹堡举行。这次会议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雷蒙多与戴奇代表美方，与来访的欧盟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欧盟竞争事务专员维斯塔格共同主持。TDC 会议聚焦高技术领域。路透社报道，美欧在一份旨在强化半导体供应链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将侧重缓解短期芯片供应瓶颈，并检视中长期的脆弱环节，并从研究、设计到制造方面加强我们国内的半导体生态系统，以提高其韧性。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声明中还指出，我们将一同持续保护我们的企业、消费者及劳工免受不公平贸易行为损害，特别是来自非市场经济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这些行为正在破坏全球贸易体系。观察指，声明虽未提及中国，但指向的就是中国，目的就是打造排除中国的半导体供应链。实际上 ，TDC 会议前一天，周二，美商务部长雷蒙多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就丝毫不掩饰想要打压中国的态度，赤裸裸地声称：“我们必须与我们的欧洲盟友合作，不让中国获得最先进的技术，使他们无法在半导体等关键领域追赶上来。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延缓中国的创新速度，我们就需要与欧洲进行合作。”除了老调重弹、无端指责中国不按规矩做事，以及所谓正窃取知识产权，雷蒙多还扬言要通过施压来让中国遵守他们的所谓规矩。美欧的这个委员会呢，美方它核心意思就是要团结西方盟国，因为西方盟国在科技领域毕竟还是站在它的这个产业链的高端的，它其实也不需要把中国从半导体全产业链中驱逐出去。它只要占据这中高端这位置就可以了。它最重要的目的是不让你的半导体产业能够升级，不断的升级换代，以至于威胁到它的这个主导地位。
实际上，早在拜登还未上台时的去年11月，美国《金融时报》就爆出 TTC 即将成立的消息。今年6月 ，TTC 正式启动。根据美国白宫本月9号的声明 ，TTC 最初将包括技术标准合作、供应链安全、出口管制、全球贸易挑战等在内的10个工作组。针对美国要拉欧盟迟滞中国创新速度的意图，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四指出，美方官员的有关表态再次暴露了美方千方百计、不择手段遏制和打压中国发展的真实意图，这是典型的专制和霸权。华春莹表示，中方始终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权利，国际规则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制定、共同认可，而不应该由少数人制定和垄断。国家间的合作呢，也应该是服务于世界各国的人民的利益，而不应该以意识形态划线、拉帮结伙、联合一派来打压遏制另一派，以小集团政治来谋求世界的霸权。美澳近日宣布建立新的安全伙伴关系，美英将向澳方提供核动力潜艇技术。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外界震动。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周四表示，美英澳开展核潜艇合作将严重加剧地区军备竞赛，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损害国际核不扩散努力，危害世界和平与安全。中方同广大国际社会一道，对此予以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四也表示，中方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及其他成员国沟通，坚决捍卫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吴谦表示，美英澳合作具有严重的核扩散风险，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精神。美英作为核武器国家，向澳大利亚这样的无核武器国家出口高度敏感的核潜艇技术和可转用于核武器的高浓铀，且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无法有效核查，这是赤裸裸的核扩散行为。美英此举再次证明了其在核出口问题上采取的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双重标准，可能引起其他国家效仿，对地区核热点问题的解决造成长久的负面影响，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同时，澳大利亚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和南太平洋无核武器区条约的缔约国，引进具有战略军事价值的核潜艇技术和武器级高浓铀，是严重违背其核不扩散国际承诺的，也是极其危险的。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行动起来，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这种危险行径。美国嘴上声称要构建开放的印太，干的却是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的勾当，这充分暴露出其虚伪的人设。英国、澳大利亚一味追随美国，将脱离这个时代。谋求遏制中国，注定是徒劳和失败的。中方敦促三国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观念，撤销开展核潜艇合作的错误决定，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的事，而不是相反。虽然美英澳的此番动态引起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强烈反对，但美方却似乎一意孤行。美国驻印尼大使金城周三在一个在线论坛上，把该协议称为一项具有前瞻性的积极的倡议。他说，这将强化我们与印尼等关键国家正在进行的合作，以确保我们拥有一个自由、开放并尊重法治的印太地区。去年10月成为美国驻印尼大使，并在今年5月被拜登总统任命为朝鲜事务特别代表的金城说，他不担心这个协议会引发军备竞赛或核扩散。我们不要求包括印尼在内的任何国家在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之间做出选择。金城还补充说，这3个盟国都非常尊重东盟集团的中心地位。不过，作为东盟成员国的印尼却对此表示担心，因为根据这个协议，澳大利亚将从美国获得核潜艇技术，这会加剧该地区的军备竞赛和力量投射。马来西亚也有类似的担忧。美国的表态与它实际的做法是完全相背离的，它实际上是破坏的是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所以说，但是我们从美国的意图来讲的话，它实际上本质上来讲，它就是希望通过打造这样一个这个意识形态价值观完全一致的，以安克鲁萨克逊这个文明为这个小圈子的这样一个集体，通过这样一个团体来推进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各方面的利益。那么通过这个核安全协作，一定程度上来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核威慑的能力。
在周四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向美英澳三方提出5个问题：第一，美方如何确认向澳大利亚提供武器级高浓铀符合国际核不扩散要求？第二，澳方如何保证武器级高浓铀不脱离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有效保障监督？第三，如果澳大利亚作为无核武器国家可以拥有武器级高浓铀，那么美英澳有什么理由反对朝鲜、伊朗等其他国家也这样做？第四，如果美方可以无视国际规则和核扩散风险，公然向澳大利亚转移高度敏感的核材料和核技术，那么它是否应该立即停止以发展核技术为由对朝鲜、伊朗等国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第五，如果各国都像美英澳这样不受约束地开展核扩散活动，那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权威何在，存在意义何在？美英澳三方安全合作同四方机制一样，都是服从于和服务于美国主导的所谓印太战略，目的呢是试图在本地区另搞一套、另起炉灶，这是逆时代潮流而动。本地区各国以及国际社会都应当予以警惕和抵制。中方呢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以及其他成员国沟通，坚决地捍卫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美国为什么要在此时推出这样一个3国联盟，还要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技术？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学术院长黄静近期就在深圳卫视录制节目时指出，这其实是美国的新战略，企图以海权遏制陆权。这3个国家不是5联盟，而是这5眼联盟里边3个海权国家。美国的战略家们应该是这样想的，就是说中国在陆地上要遏制中国，在陆地上要阻止中国前进的步伐，美国已经没有胜算的信心了。变成3个海权国家，地理方面的是很优势的。你这样看，英国远在大西洋，这个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从陆权国家要对他们进行某种攻击呢，都有距离上的一个重大的劣势。那这3个国家合在一起呢，确确实实可以从3个最佳的方位对整个世界的海洋，不光是太平洋，还包括大西洋的进行一种控制。此外，继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之后，另一位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近日也对澳现任政府撕毁与法国的合同，转而与美英合作建核潜艇一事提出严厉批评。值得注意的是，5年前与法国签订12艘常规动力潜艇大单的正是特恩布尔。他批评莫里森这种对信任的背叛将长期困扰澳大利亚与欧洲的关系。Jean-Yves Le Drian, the foreign minister, when he said it was a stab in the back, was not speaking just for himself. There is outrage, absolute outrage, because what it tells you is that Australia can't be trusted. When you do that, when you conduct yourself in such a deceitful manner internationally, it has a real impact on Australia. You know, an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is always representing Australia. 特恩布尔透露，2018年澳大利亚国防部曾建议当时还是总理的他，称如果没有本地的核设施，那么打造澳大利亚的核动力舰队是不可能的。而按照莫里森如今的说法，下一代核动力潜艇将使用在潜艇35年寿命期内不需要重新添加核燃料的反应堆。澳大利亚将成为第一个在没有民用核工业或核技术的情况下拥有核动力舰队的国家。特恩布尔质疑，天下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It sounds too good to be true. Australia would have submarines powered by nuclear reactors, running on weapons-grade uranium, and we would not need to have any of our own nuclear facilities or expertise. Is it credible to have a hands-off, plug-and-play nuclear reactor filled with weapons-grade uranium and not inspect it for 35 years? 特恩布尔说，一支需要由其他国家维护的核动力舰队不是澳大利亚的选择。如果不能维护这些舰船，那么就不能完全控制它们。好，相关就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及 TTC 首次会议声明已发布，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此前，美商务部长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放话，扬言要向世界第2大经济体施压，放慢中国创新脚步。那对此您怎么解读？好的，主持人。那么 TTC 它的首次会议选址呢是美国匹兹堡，美欧的参会级别都很高。美方呢是国务卿布林肯、商务部长雷蒙多以及呢贸易谈判代表戴奇。那么欧盟方面呢是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以及竞争专员叫维斯塔格。
那么所以啊，这是美欧3+2的会谈。那么很耐人寻味的是，委员会它的前缀是贸易与技术，主要呢涉及到经济议题，但是呢，美国国务卿也加入进来。显然呢，是美方认为贸易与技术话题啊，同样是关系到外交的。那如果联系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此前的公开表态，强调啊，高新尖端技术将会是美中大国竞争的一个最主要的场域。那么，包括美国国会鼓捣炮制的所谓无尽前沿法案，以及呢，商务部长雷蒙多的这个媒体喊话，毫不讳言要以联合施压的方式来放慢中国创新脚步等等。那么美方呢，就是要在经济领域复制所谓的联盟策略。那么如果说刚成立的美英澳主打核潜艇的 AUKUS 是瞄准中方的所谓新三边安全架构，那么这 TTC 呢，就是瞄准中方的新的双边经济机制。那我们也确实看到美方啊有意将这个机制来做实，成为常态化的一种机制性的安排。所以啊，美国主导美欧 TTC 会议，当然呢就是冲着中国来的，是要在高新技术领域继续强化对华竞争，乃至呢施压打压。那么美国商务部长不就在公开鼓吹要放慢中国的创新脚步吗？但是呢，我要特别强调，所谓 TTC 机制，当然它是有缺陷的，和美欧之间正在扩大的这个裂痕也是高度相关的。那么在您看来 ，TTC 机制有哪些缺陷？美欧正在扩大的裂痕又如何理解呢？ TTC 机制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美欧尽管在贸易和技术领域有共同语言，但是呢，双方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呢，所谓定制数字规则，那么到底是谁的规则呢？实际上，现在的西方数字巨头，包括谷歌、Facebook、苹果、亚马逊等等，他们的一水都是美国的企业，他们已经在抱怨欧盟的这个规管过于严厉了。同时呢，美欧地位也是完全不对等的。我前面也在反复强调，这是美方在推动，在发挥着主导作用。那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就是首次会议是美欧3+2，那为什么布林肯要加入？那既然美国国务卿都参与了，那么和布林肯对等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他为什么又会缺席呢？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机制启动了，也摆出了联手对华的这个架势，但是为什么美欧之间的关税战都还摆不平呢？为什么美方至今还没有取消对欧盟钢铝产品的惩罚性关税呢？路透社说，这是欧美贸易的最大摩擦点之一。面对媒体的追问，欧盟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啊，他只能打太极，说这次在匹兹堡时间不够，来不及商讨。拜登进白宫之后首次外访，选择了欧洲，他喊出的主题口号是美国回来了。但是呢，德国媒体立马就回应，但是回来多久呢？言下之意，4年之后保不齐美国总统又是谁来当？谁又能确保美国现在的联盟政策会不会被推翻呢？但是在经过了混乱无比、死人无数的阿富汗逃跑式撤军，经历了让法国感觉被出卖、被捅刀的AUKUS美英澳3方协议，拜登本人啊已经在用实际行动把他口中的联盟给解构了。法国外长勒德里安就公开指责，原来拜登和特朗普啊没啥两样，他们的区别呢只不过是拜登不发推而已。昨天，这位外长在国会听证对澳潜艇大单被美国撬走事件，他再度严厉指责有人撒谎。前天在出席对希腊3艘军舰的这个军售协议的签字仪式，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大声疾呼说 ：“Stop being naive， 别再傻天真了。欧洲真要有所谓的战略自主，首要的一点就是呢，对美国不能犯天真。”默克尔交权之后，马克龙啊，俨然是欧盟一哥。他这番话显然是在喊给欧盟官员们听的。好，稍后继续连线管先生，请他保持在线。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防部助理部长邦办前不久同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领导通话。该官员透露，这是拜登政府国防高官首次与中国军方举行会谈。尽管两国关系紧张，但中美两军之间的沟通并未中断。对此，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周四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了有关信息，并表示希望美方拿出勇气纠正错误，与中方一道打好中美关系如何搞好这道必答题，共同造福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两军关系上，我们欢迎沟通，乐见合作，直面分歧，反对胁迫，一直是襟怀坦荡，从来是说到做到。反观美方
在自我认知、对华认知、对当今世界的认知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是造成当前两国两军关系困难局面的根源所在。据吴谦介绍，8月19号，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领导与美国防部助理部长邦办视频通话。9月28号至29号，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领导与美国防部助理部长邦办以视频方式共同主持第16次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在2次交往活动中，双方就两国两军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吴谦表示，中美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由于美方不断对华挑衅施压，致使中美两军关系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但两军之间始终保持着沟通。中方多次讲过，我们发展两军关系是有原则的，那就是中方的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不容侵犯。美国国会众议院不久前通过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无端指责中国大陆对台胁迫行为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背道而驰，并妄称美英支持台增强自卫能力。对此，吴谦表示，美方法案涉华内容固守冷战思维，无端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美方法案还大肆鼓吹美台军事联系，这更是在玩火。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事关中方核心利益，绝不容许任何外来干涉。中国人民像保护眼睛一样珍惜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眼里绝容不下沙子。如果有人胆敢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方的底线，中国人民解放军绝不答应，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除了美国，日本近段时间以来也频频打出台湾牌，在台海问题上越蹦越高。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近日表示，日本与台湾地理位置接近，台若出事，日益无法置身事外。此外，日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也扬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对此，吴谦表示，日方政客以所谓地理邻近作为介入台湾事务的借口，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不禁让人回想起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和殖民亚洲的历史。台湾的事是中国的事，不关日本什么事。日方政客以所谓地理邻近作为介入台湾事务的借口，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中方必须正告日方，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年的样子，我们绝不容许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插手台湾问题。今天2位发言人同时谈及中美关系焦点问题。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就两军关系强调，欢迎沟通，乐见合作，直面分歧，反对胁迫。那商务部发言人也表示，中美经贸团队一直保持正常沟通。那对此您有作何评论？今天吴谦在国防部记者会回答了多个问题，都涉及到中美两军关系这一敏感而又重大的议程。那么，吉纳中国军网今天发布会实录的几个标题，包括国防部批驳美台军事联系，眼里揉不得沙子，中国坚决反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等等。那这些标题放到一起所体现的，正是今天吴谦所阐释的中美两军交往16字原则：欢迎沟通，乐见合作，直面分歧，反对胁迫。吴谦今天也披露了中美两军的最新沟通，那就是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领导和美国国防部的助理部长邦办他的2次视频通话与会晤。事实上五角大楼今天也同步发声，说中美两军官进行了 frank in depth 坦率深入的会谈。路透社今天的电稿就说，会谈是在中美关系紧张之际进行的。而中美两军引起更大反响与轰动的紧急交流沟通是由《华盛顿邮报》名记伍德沃德和他的同事最新披露的。那么这2次通话都是由美军参联会主席米利上将发起，发生在美国总统权力交接最混乱的时期。而米利他发起通话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交美军的底，以避免中方误判。我认为这一幕是很耐人寻味的，即使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最紧张也是承压最严峻的高危时刻，那么美军最高层仍然坚持这样的认知判断：两军不能开打，因为代价太大，双方都承受不起。我觉得吴谦强调的这16字，事实上也适用到中美关系的很多领域。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他不也是频频在对华放狠话吗？
叫嚣要遏制中国创新之类。但是呢，他同时也在声称，希望能够带领经贸团来访华，有意改善美中经贸关系。因为呢，现在美国的通胀压力山大。今天呢，商务部发言人也回应表示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经贸团队一直保持着正常的沟通。所以呢，这也是吴谦所说16字原则立场的再次验证。好，谢谢广尧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这个9月末，拜登政府过得并不轻松，因为他们正同时面临2场巨大的危机：如何避免政府再次关门，以及美国有史以来可能出现的首次债务违约。为此，拜登取消了其他行程，连夜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白宫进行谈话。每年的9月末到10月初，美国国会在财政问题上都会面临十分紧凑的时间表。美国政府的新财年将于10月1号开启，在此之前，民主、共和两党需要在国会合作通过一份为政府拨款的法案，否则美国政府将再次关门。另外，美国国会还需要在10月18号之前尽快提高或暂缓执行债务上限，其中债务上限危机是最为棘手、影响最大的问题。当地时间周三，美国众议院以219票对212票通过了暂停国家债务限额至2022年12月16号的法案，旨在帮助联邦政府暂时突破债务上限，以确保其有足够资金在2022年12月16号前维持运行，并允许美国财政部在这段时期内继续发债。目前这项法案已提交至参议院，但据美国多家媒体的预测，该法案几乎肯定会被共和党人否决。此前，共和党参议员已经誓言反对任何增加或冻结债务上限的法案，并在本周连续阻止了民主党人提出的2项法案。除了共和党的阻挠，民主党的内斗也使得法案存在功亏一篑的可能。据路透社披露，虽然民主党以微弱优势控制了美国参众两院，但目前民主党内部的温和派与激进派对约4万亿美元支出的范围存在巨大分歧。有关基建、资助社会项目和气候变化措施等具体内容的谈判正处于不稳定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在周三众议院的投票中，拜登所在的民主党也有2人投了反对票。一旦该法案未能在参院通过，并且两党接下来仍不能找到妥协的办法，美国最快将于10月中旬出现历史上首次政府债务违约。目前，民主党并未提出明确的应对措施。拜登竞选时期，民主党进步派，就是桑德斯这些进步派等等，那其实对拜登的这个竞选也是助力不少的。这也意味着拜登的在整个执政空间，那么他必须要小心的平衡温和派和这个进步派人士之间的一个诉求。民主党进步派人士和这个温和派人士在这个预算决议的规模支出上面存在非常大的，而且是一个难以调和的分歧所带来的一个就是对当前法案的一个阻碍性的因素。事实上，全球很多主要经济体都以不同形式限制政府的支出和举债，以规范政府的财政行为。美国是唯一一个以具体金额形式设定政府债务上限的国家。所谓债务上限，是美国国会为联邦政府设定的，为履行现有法定义务而能够举借的最高额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福利、军饷、国债利息、退税以及其他开支。触及这条红线意味着美国财政部借款授权用尽。纽约时报指出，截止当地时间周二，美国政府债务总额已逼近28.43万亿美元。自美国国会1917年首次设立债务上限制度以来，尤其是近年来，已日益成为两党博弈的重要筹码，并与削减政府支出等其他议题相捆绑。特朗普执政时期，共和党力推提高债务上限或暂停其生效，遭遇民主党阻力。拜登上台后，民主党多次提出债务上限解决方案，但共和党拒绝给予支持。不过，从历史上看，两党屡次就债务上限展开博弈，但都在最后一刻前达成协议，均不敢引爆债务违约这颗核弹，因为一旦突破这一底线，不仅严重削弱美国借债信誉，甚至可能动摇美元的主要储备货币地位，引发投资者抛售美国国债，进而造成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2011年8月，共和党曾因拒绝提高债务上限，造成资本市场剧烈波动，导致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 AAA 下调一档至 AA+，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遭遇主权信用降级。因此，连日来，美国财长耶伦、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连续发出警告称，债务上限危机如不解决，将对美国经济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近年来美国政治的一个极化的现象是越来越严重。那么拜登政府上任以来，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极化现象它并没有缓和的迹象，反而是好像是越来越严重了。还有一个因素，也就是说，美国2022年它会面临中期选举，那也就是说，两党在这个围绕着包括债务问题啊，包括当前非常严重的，比如说这个通货膨胀问题等等，它两党之间它政治的干扰因素就会加多。两党都把它自身的党派的一个政治利益置于美国国际信誉之上，这是两党应该在当前问题上，我觉得是造成当前局面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相比政府债务违约，美国政府关门的危机更加迫在眉睫。民主党人还必须在当地时间周4午夜前通过一份政府开支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再次停摆。为解决以上两大难题，拜登取消了原本前往芝加哥的行程，在白宫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进行协商。President, just to give you an update, is going to be working around the clock the rest of the today, overnight, into tomorrow morning. And we're going to be working in lockstep with Speaker Pelosi. The president has been clear about his commitment to getting both pieces of legislation passed, both of them through. So right now what we're navigating through and we're working through is how we can get agreement, of course, 50 votes in the Senate on a reconciliation package. 好，新闻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美国众议院上周通过了冻结债务上限与临时支出法案，但此法案却在参议院遭共和党全体议员否决，让美国债务违约与政府关门的风险大增。那对此您作何解读？其实，美国政府关门跟美国债务上限问题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美国政府关门，它的影响主要限于美国国内，而且是短期的，并且是最终都能够找到解决办法重新开门的。事实上，由于美国共和党及民主党关系紧张，联邦政府停摆事件已成为过去10年美国政坛不时出现的现象。不过，假如在下个月的18号之前，美国国会仍然没有通过相关法案，国债上限未能及时上调，那它的影响就是全球性的，同时也是长远的。这件事情一旦发生，它对全球金融市场以及全球经济，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冲击，有可能会不亚于2008年的美国金融海啸。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关门是他们关起门来自己玩自己，而美国国债违约，那就意味着美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通通都会玩完。尤其让全球投资者感到提心吊胆的是，当前全球经济与金融环境还面临着两个前所未有的特殊情况，一个是这2年来的新冠疫情已经严重冲击到了全球经济的供应链，二是美联储没有节操的大放水，已经使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与美国股市处于了高不可攀，甚至是摇摇欲坠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假如美国国会未能及时提高债务上限，导致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主权债务违约，那全球金融市场与资源价格就极有可能会出现雪崩，并进一步重创本已脆弱的实体经济。那在您看来，共和党为什么会在参议院否决拜登政府提出的提高债务上限与临时支出法案呢？其实共和党并不反对通过拜登政府提出的临时拨款法案，他们也不想背上让政府停摆的责任，他们坚决反对的是提高债务上限，而且共和党反对的理由似乎也很冠冕堂皇，是在为美国的全局与其未来着想，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助长拜登政府的开支计划无效与过度扩张，最终给美国人民带来无法承受的负担。而拜登政府与民主党为了可以更加随心所欲地花钱，尤其是大规模地推进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孤注一掷地要求国会提高债务上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他们将提高债务上限与临时支出法案给捆绑在了一起，以逼迫共和党照单全收。而在我看来，无论对于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来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说法都仅仅是托词与借口，他们真正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各自政党的私利。民主党与拜登政府要求提高债务上限，以让他们手上可以有大把的银子，可以用来改善美国的基础设施与提高劳工阶层的福利，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政绩与选票。而共和党反对拜登政府与民主党这样做，实际上也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一方面，他们要阻止拜登政府与民主党通过大撒币的方式来为自己的脸上贴金；另外一方面，他们要为自己的选民，也就是资本家看住钱袋子。除此之外，这两党在是否提高债务上限上，利用的还是屁股决定脑袋式的思维方式。无论共和与民主两党哪个党上台执政的时候，为了自己的政绩，都会大幅增加财政支出。这就是导致过去10几年来美国国债与预算赤字急剧增加的原因。但是当共和党执政想要增加开支的时候，民主党一定会极力反对。所以当民主党执政的时候，他们也自然就会面临着共和党的激烈反对。总而言之，债务上限问题已经成为了美国两党为了一己之私而进行政治博弈与权力斗争的工具。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中国航展进入第3天，除了蓝天盛宴外，陆地猛虎同样吸引目光。深圳卫视特派记者朱海发回报道。欢迎回来，直播港台栏目由东鹏灵堂冠名播出，累了困了和东鹏灵堂。中国航展进入第3天，地面装备也是本届航展的一大亮点。450件装备中有162件装备是首次参展，主战坦克、轮式装甲车、全地形车等装备在现场进行了系统演练。来看深圳卫视特派记者从珠海发回的报道。中国航展不仅仅是一场蓝天盛宴，陆地猛虎同样让人大饱眼福。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进行的就是本届航展的地面装备动态演示。那么，由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自主研发制造的 VT4、VT5 主战坦克和 VN1、VN2 装甲车是轮番亮相，引发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本次航展共有447项地面装备亮相，其中超过1/3都是首展。与往年相比，动态表演场地进一步增大。VT4、VT5 型主战坦克、VN1、VN2、VN4 型轮式装甲车、VN12、VN17 型履带式步兵战车、VP11 防雷车、VN21 轮式防护型步兵输送车、VP22 运输车等现场表演爬纵坡、过壕沟、涉水池、蛇形机动等高难度机动项目，展示高度的机动灵活性和强大的越野能力，展示了我们国家就是地面装备，当然也可以说是我国的陆军的这种机械化的发展水平，然后在机械化的基础上要信息化，未来还要再智能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在这里所展示的地面装备，它实际上是一个全谱系的、全方位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装备，从高原、山地、沙漠、滨海、岛屿等等各种各样的需求，我们的这些车辆看得出来都是能够完全胜任的，而且在车辆上所搭载的这个火力实际上也是越来越强大。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在静态装备陈列区地面突击装备的展品中，一款名为 VN22 的6×6轮式装甲步兵战车惊艳亮相。该型装甲车在防护、机动、火力系统上均采用了大量新技术，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陆战装备先进技术的代表作。我们这款VN22 6×6轮式装甲车呢，是一款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装甲车。它呢具有很多的突出的优点啊，比如说它的承载能力和防护能力非常的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车呢，看起来非常的敦实。它呢是具备一个4级的防雷和弹道防护的水平，是目前国内轮式装甲车的最高的水准。